你嗑荣耀夫妇的糖了吗？自从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播出后，杨洋和迪丽热巴这对 CP 甜到让人上头。剧中两人长达90秒的吻戏，看得人脸红心跳。戏外，杨洋对迪丽热巴的偏爱让网友直呼：“你俩直接在一起得了。”不过还真的有小道消息传出，两人在上过综艺节目之后，杨洋就向热巴表白了。如果是真的，小编相信他俩官宣的那一天，全网都会爆。最近热巴新剧《球状闪电》官宣，但是男主尚未确定，难道荣耀夫妇二搭的机会来了吗 ？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啦！《球状闪电》刚传出要拍成影视剧时，定下的女主就是热巴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。热巴自从高文被大家熟知，后来的白凤九眼界一步步被大家认可。今年她更是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先是凭借《长歌行》连续获得27次热搜，平台播放量超过33亿，还入围了首尔国际电视节亮相大奖。后来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直接引爆网络，成为今年当之无愧的流量王。而这次出演《球状闪电》肯定也是预定的爆款剧，但是男主人选至今都没有定下来。呼声最高的当然就是杨洋和迪丽热巴啦。两人合作的剧一度引发全民追剧的热潮，当时在剧中结婚的时候，不少网友纷纷都来随份子，直接把平台都给整崩溃了。目前平台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37亿。杨洋近年来除了综艺感觉剧增之外，这演技也是有所长进。之前自从微微一笑很倾城之后，他就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。一开始不少粉丝都是喜欢他的颜值，但是之后被他搞笑不自知的性格所吸引。但如今可能更多喜欢他的，则是因为他的演技。虽然这么多年来他的演技一直是被诟病，但是这次的鱼图让大家彻底改变了对他的印象。两人的荣耀 CP 也是火得一塌糊涂，在曾经超话的排行榜上，他们都能直接挤进前5，所以球状闪电这个饼就成为大家心目中他们的二搭饼，两人一定会呈现出不错的效果。借着荣耀夫妇的热度，这部剧的关注度还会更上一层楼，而且也完全不用担心双方粉丝会产生矛盾。要知道，主要是炒 CP， 双方的唯爱粉们都会产生各种纷争。然而他们两方粉丝是娱乐圈少有的和谐，粉丝们也都特别希望两人可以再度合作。目前热巴的新剧《安乐传》已经杀青，这部剧是热巴和龚俊首次合作的，这是热巴在李长乐之后再度饰演背负国仇家恨的飒女子。在之前爆出的路透花絮中可以看出，这部剧中热巴的古装造型又美出了一个新高度。不用说，自然这部剧也是一个大爆款剧。而杨洋目前也没有什么新剧行程，由此可以看出两人也不存在没有档期的问题。但是因为两人今年热度很高，身价也涨了不少，在片酬方面就需要很大的开销，所以投资方也还在考虑。球状闪电这部剧的男主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。网传这部剧最开始定下来的男主是李现，他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，与杨紫合作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剧中韩商言让他一炮而红，热度可是一直居高不下。而李现也凭借此剧获得了现男友的称号。不过由于后续资源跟不上，李现的热度明显有所下滑。网传可能是由于热度上的考虑，最终并未定下李现。之后又有网传说男主定了张艺兴，张艺兴的流量可是不小，并在暑期档大剧《扫黑风暴》中也有不俗的表现。虽然现在仍然无法与老戏骨比肩，但在演技上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，也有不少的影视作品找到了他。由张艺兴出演男主，和热巴也是比较匹配的。张艺兴跟热巴也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之前在极限挑战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了，当时两个人还有不少 CP 粉。后来节目结束后，两人就没有机会再次合作了。网上对男主的猜测也是众说纷纭，就目前形势来看，男主从杨洋溜到张艺兴都没个定数。最新猜测，41岁的他反倒是最有可能出演的。这位年过40的演员就是肖央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小苹果吧。作为搞怪歌手筷子兄弟出名的成员，肖央早早就踏入了自己喜爱的演艺生涯。目前个人累计票房已有169.82亿，赶超了不知道多少现在所谓的高流量明星。翻拍电影《误杀》和国产悬疑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，稳定了他在电影圈的位置。更何况原著剧情基本聚焦在女主凌云身上，要是真的派了新生的与热巴同咖位的演员来演，四番之战大概率就会打响。而且到时候主演阵容是否能演绎好框架这么大的故事，都是个难题。种种考量下，新男主传承了肖央，小编反倒觉得这个项目已经在后续推进了。球状闪电是科幻大神刘慈欣代表作，小说于2005年出版，书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、神秘而又离奇的世界。
讲述了从小被外太空势力观察者劫持，目睹母亲惨遭不测的少校凌云带领专项组攻南克坚，利用球状闪电引发的核聚变，彻底捣毁了观察者计划的故事。对于刘慈欣的小说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，如果没有过硬的实力，也不会一次定下电视剧和电影。这也是他的3部曲中的其中一部。看过他的小说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者。早在中影2015年电影项目投资推介会，科幻电影项目是3部刘慈欣作品：《流浪地球》《微纪元》《超新星纪元》。其中他的《流浪地球》影视化后，收获了46.86亿的高票房。主演吴京等人凭借这部电影，在影视圈的地位上升了不止一阶。还有另一部喜剧电影《疯狂外星人》，也是改编于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《乡村教师》，不过剧情则有了较大变化，原本的主人公从乡村教师变成了动物饲养员。这部电影获得的评价也算是不错。而《球状闪电》是16年就有计划要改编成电影的，但过去了5年变成了电视剧。作为科幻题材，是关于场景搭建和叙事镜头语言等，对剧组来说都是一项大的考验。有这样好的原著，如果拍摄的不好的话，很是可惜。而且小说的体量也没有那么大，改成剧目是怕在集数上会有些短。虽然 IP 热，但剧目要还原制作原著剧情，实在是有些困难。传闻本剧的监制是陈思诚，上次关于他的消息还是祝福佟丽娅生日快乐。虽然他的感情问题遭人诟病，但在影视方面，他是能够将金主爸爸放进来的人，特意塞到最垃圾的单元中去，可见他要做好剧的心还是存在的。他也是全世界导演票房中的第1人。一个唐探系列就让陈思诚背负119亿票房。15年的唐探一经上线便广受好评，豆瓣评分7.7分，斩获票房8亿有余，可谓是口碑与热度双丰收。至此，唐探系列市场被彻底打开。之后又接连上映了《唐探2》和《唐探3》，虽然口碑是逐渐下滑，但票房却是节节攀升。等到《唐探3》的时候，又斩获了45亿票房，再创新高。但其实电影方面的成功让不少人忘却了陈思诚在电视剧方面的才能。12年，陈思诚导演的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用3000万成本换回了上亿回报，捧红了张译、张歆艺、佟丽娅等一众主演。至今还是有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。从演员转型成功为导演，陈思诚的才华还是在线的。有他这样的监制，制作班底也不会差。虽说目前热巴和杨洋不一定能再度合作《球状闪电》，但是两人一直都有2搭的消息传出。这部剧就是《天涯明月刀》，有消息说是律政佳人剧，不过看着这个分类好像并不是，归类的还是武侠国产剧，所以可能就是《天涯明月刀》的翻拍。看了下豆瓣上传的，还有2023年陈坤可能要和周迅合作翻拍它为电影。如果他们要翻拍成电影的话，那么翻拍电视剧也是有可能的。不管是翻拍还是律政佳人新剧，对于粉丝来说可谓是过年放鞭炮。两人已经合作过现代剧，要是再度合作古装剧，也是让人非常期待的。再说这部剧的导演张黎，很多人或许对他的名字不熟悉，但是他的剧肯定是听过几部的，《走向共和》《大明王朝1566》等担任总导演，《横空出世》《赤壁》等他担任的摄影，还有《雍正王朝》担任艺术总监。他得过的奖也不在少数。其实杨洋也和张导合作过几次，像杨洋出演的《在一起》里面有一则故事是张导的，他的《舞动乾坤》，张黎是总导演，两人也算老朋友了。如果真的是《天涯明月刀》的翻拍的话，其实张导也挺不错的，毕竟他在武侠剧这方面的经验可是不少，至少不会拍的像《舞动乾坤》那么烂。杨洋这次如果还能和热巴合作的话，那可真的会让人觉得这对 CP 要成真的，毕竟粉丝会很忌讳2搭，流量明星为了不让粉丝想多，都会选择避嫌不2搭。近几年来2搭演员还真不少，先是彭冠英和蔡文静，两人因为《阳光之下》备受关注，因剧情实在够虐，所以很快原班人马再次安排了2搭。刚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不信，现在2搭电视剧不期而至，都已经杀青了，大家心心念念的第2世终于来了。除了以上2位之外，还有罗云熙和白鹿的2搭，这2位都是在半是蜜糖半是生结束之后的采访中大方表示要2搭，如今终于如愿。虽然剧情较惨较虐，但是海报出来之后，大家对这部剧可是充满了期待，毕竟高颜值就是赏心悦目。还有即将播出的李小冉和钟汉良的新剧《往后余生》，也是两人在多年后的2搭。据说剧情有些过分狗血，毕竟是匪大的书，虐不死就往死里虐，不过实际情况还是要按照剧情播出标准算。大家对待演员2搭是怎么看的呢？对于杨洋热巴2搭是怎么看的？你们支持吗？现在球状闪电男主依然是个谜，杨洋和热巴也没官宣要2度合作的消息，
我们还是要保持平常心，吃瓜不信瓜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儿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